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科技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台 iPhone 8 Plus 的维修案例。这个机子呢，客人寄过来的时候是说不开机，然后他的纸条上是写的还比较详细哈。他说，机器故障，在充电的过程中不开机了。然后他自己猜测啊，他猜测电压不稳定，然后把主板给烧了。这客人还挺厉害啊。那我们接下来要把机子拆掉，然后呢，看看这个客人到底猜的对不对。这个机子呢，我们已经把主板给拆出来了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先夹一下电，看看是什么情况。诶，直接达标了啊，2.3安了啊，2.3安扣掉 ，OK， 好，那就证明这个有夹电大电流哈。夹电大电流的话呢，肯定是会有地方发烫的。那么接下来先把这个贴纸给它拆掉，然后看看是哪里发烫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纸撕掉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刚才我在夹电的时候，感觉摸到是这一块区域比较烫啊，这块区域比较烫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纸先啊，先看图纸。好，我们先把图纸来看一下。电池的正极，点一下，它是直接连到这个充电管啊，还有一个保护管。那么这一端没有其他的什么元器件了哈，就并联一点小东西。然后到这一端以后呢，是连的比较多的啊，那全部臂夹都在这上面。那我们怎么样确定是保护管的这一头，也就是说电池这一边出现问题，还是那一边？那我们要实际来测量一下啊。我们直接测电池座，我们测一下啊，32吧。那么正常讲，臂夹的阻值哪可能这么低，对不对？那这边就不用去找怎么样那边了吧？啊，不用找那边，那肯定就是直接是这个方向啊，这个方向的这个电路，那么就只有保护管不可能，对不对？那就电池座可不可能啊？对，它是一个座子，对不对？它开玩笑嘛，那不现实。那除非是这一条并联的电路上的电容和这个什么啊充电管。那刚才客人怎么说的？客人怎么说的？充电的时候充烧了，对不对啊？他肯定插充电器的时候充烧的，是吧？那这个是充电管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正好符合这个客人的猜测？啊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先把这个地方怎么样？拿掉吗？熏上松香嘛，对不对啊？这肯定是这样，看它烫不烫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给它先熏上。好，夹完电看一下啊，我们直接放显微下面夹。这样夹了我再翻过来，有了吧？哎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特别明显？啊？特别明显啊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充电管？那正好又符合了它这个情况，对吧？充电然后充烧的，正好这里是个充电管。那么充电管呢，正好又在臂夹电路上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先要把充电管给它拿掉，然后再看这边的对地阻值怎么样。你可以夹个夹具啊，更稳当一些。OK， 我们讲拿下来以后先怎么样？先脱吸啊，因为现在主板怎么样？热的吧？好，先脱吸。啊，这时候会比较好脱。哎，感觉有点沙沙的这里。哎，确实有点沙。不对啊，这下面肯定有问题，我们放大看一下。我感觉下面可能有一些这个芯片烧碎了的那种渣子在下面。我在脱的时候，我感觉有点那种渣子在。我看一下这个芯片上面，我刚才芯片放哪去了？你看，这芯片是不是明显都烧烂了，对吧？啊，这里都击穿了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就不管它了，反正也没什么关系，我们先脱。这边好像这几个就是上面有点刚才芯片烧烂那几个地方，
有点不对劲啊。我直接上吸吸带吧。我直接这样吸吧。当你不好下吸吸带的时候呢，你就剪一个吸吸带，然后呢去吹这个底角，然后用它去拖。但是这些地方好像还就是脱不掉，就是边上可以脱掉，这里脱不掉啊。差不多，我们刷干净看一下，有一点点渣这个地方啊。可能里面有一些玻璃渣弄不出来，那我们就用刀片削一下啊。确实是渣的，我就感觉是玻璃，我这样切进去我都感觉是玻璃的感觉，就是因为它这里烧的太严重了，把那个芯片上面的玻璃啊烧到这下面来了，然后它又跟这个锡呢给它混在一起，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清掉，要不然不好上。再清理干净啊！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测一下对立阻值啊？对吧？看一下，就直接电池这一端哈，最下面是不是尾部吧？是不是没阻值的？是没反应啊？因为当我把这个芯片拿掉以后，它下面是不是没有芯片了？对吧？是没有芯片，保护管它不给阻值出来的，是吧？所以就没有阻值了啊，那就正常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拿一个芯片给它装上去。好，我们先拿一个芯片，然后只好吸，然后再给它更换试一下。这个芯片呢是从苹果8P、苹果 X 都通用的啊。先把锡脱掉。很多人都问我，脱完以后这个芯片这么烫，或者吹完以后能不能直接上这个锡箔水？我们尽可能不要上吧，就稍微凉一会啊，稍微凉一会。因为就像小时候玩弹珠一样，你把那个弹珠放到火里面烧，对吧？烧得很红，就跟这个芯片一样，是玻璃的，很脆。然后呢，再往水里面、冷水里面一放，它就噗就裂了。所以尽可能慢一点。好，我们拿个直吸网，应该是这边，上锡。关键子上枪 ，OK， 时间不要太久啊，你们，对吧？我这个流程你们要记住 ，OK， 好，我们把它装回去，先放点焊油啊。焊油不要太多啊，换个方向吧，这样好夹一点啊。先夹着固定一下位置。好，没下去啊，是不是我枪有问题？等一下，我试一下，我的枪好像没温度了。我操！真的是敲下敲断了。断了，真的断了。哎呀！这样敲就断了，我操！多少钱买6800。的我靠，6800，收50。我们先固定一下位置啊。
放这个位置。好，上枪。可以了吧？好，继续吹一下啊，归一下位。好 ，OK 啊，可以动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夹电试一下啊。正常了吧？啊，好，我们再开机试一下。哎，可以开机，但是还怎么样？开机漏电，对不对？你再看一下啊，是不是200起跳？对吧？好，我点着看能不能开起来。等一会儿啊，没点到，可以开起来吧？啊，但是有开机漏电啊。这个机子呢，也就是说，客人在充电的时候真的是充烧了啊。它不仅把这个充电管充烧了，还把这个 USB 控制器可能充烧了啊。它这边正好因为这一个系统吧，肯定应该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 U2 问题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先把它的 U2 给拿掉。那么在拿掉之前，我们要先确定一下这个漏电的3伏这个故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先实际测量一下。我们讲开机漏电先找什么？3伏是吧？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图，感应是不是有？这个第几个角？第2个角是不是？那我们先打一下。看这边望远表啊，有没有？有吧 ？OK， 感应，然后什么？指纹，指纹在下面啊，这前面3个都是。那正常来说肯定都有问题，我们但是要确定一下，是不是？万一呢？对吧？万一呢啊？也有吧？也正常啊，那这不用想了，我们先直接拿 U2。OK， 然后呢，放点汗油，清一下。你看这个是不是就很好脱啊？对吧？因为刚没有玻璃渣子啊，那边有玻璃渣子。OK， 稍微量一下，刷干净啊。好，我们把 U2 拿掉了以后，先要怎么样？先要测试一下，是不是？测阻子啊，肯定看有没有漏电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接下来看电源表。好，我们把 U2 这个拆掉了以后呢，一定要先测试一下啊，万一你等下换个 U2 还是漏电，你就找不到头绪。好，开机，点一下开机键就行了啊。怎么样？正常了吧？好，正常了啊。好，我们先拿一个 U2 支好吸，然后再给它装上去啊。老样子啊，放汗油，然后呢绕解脱一下吸，换一边。OK。可以了啊。好，找对网，啊，这网有点不干净，刷一下。网呢一定要搞干净啊，不干净的时候吸球指起来没那么漂亮。然后上吸。好，稍微归下位，主板拿来放汗油。哎，这有根线啊，注意。所以修手机的时候，有些细节一定要注意好啊，你不要发现有些东西、有些情况，然后没注意的装上去就比较麻烦。
好，开始。你要对准好位置啊，这个点你可以这样对一下，对吧？中间差不多这样就行，不用很准的。这一点会归位啊，我们吹一下先。OK 啊，稳了，然后换个方向吹。哎，归位了吧？啊 ，OK。好，我们稍微量一下啊，然后呢再夹电试一下，如果没问题，我们就装机看能不能进系统啊。夹电，开机，没漏电吧？好 ，OK 啊，开了。那我们现在装瓶试一下，看能不能亮。这个时候它的自己的电池可能是没有电的，因为它短路嘛，对不对？短路肯定是要怎么样？它有大电流嘛，对不对？有大电流肯定会跑电的啊，所以这时候它电池应该是没有电的。如果说装上去没反应的话，我们要激活一下电池；如果有反应的话，肯定也要充回电啊。没反应啊，我插个充电器试一下。没有啊，没有，对吧？一点反应都没有，那就证明电池可能亏空了。这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电池有没有电，对不对？如果说能给它激活的话，不用换电池那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要去换电池，客人可能又要付一笔钱。好，我们先打到电压档测一下啊，有没有电？没有吧，一点电都没有啊。这时候电池肯定是自我保护亏空了。那我们要怎么样？给它激活一下啊，正接正，负接负，点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再测一下啊。起码一点电都要有嘛，对不对？一点电都没有，那电池就挂了。有了吧？3.2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这个证明这个电池，你看它掉电，是不是？掉电很快吧？掉，一直往下掉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们再给它充久一点，好吧？这样吧，我们电池就先不动啊，我们先加上屏看能不能亮。能亮呢，我们先这样，因为由于这个视频时间比较长，要给它充这个电池。如果能充进去嘛，不用换最好的啊。如果实在不行，到时候我们再说。我们先装上屏试一下啊，给大家看一下能亮不能亮。亮了吧？啊 ，OK 了啊。好，结束 OK。那么由于它因为这个电池呢，我们是想把它救一下哈，可能花的时间会比较长，那我们这里就不做视频记录了。这个机子呢，由于它充电哈，这个客人呢是判断的也非常准确啊，他一下子把2个充电管都充烧了。我觉得这个客人呢，他是绝对有这个来学修手机的这个潜质啊。我们看他能不能进系统，应该是可以进系统。好，进系统了啊 ，OK 了啊，就是这个背光有点亮，因为没有调节啊。那么这个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先到这里。